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1954屬馬小心，年底暗藏一劫，許多人都忽視了。1954年的屬馬人來到2025年的最後階段，許多事情似乎都悄悄進入了一個轉折點。別人看不出來，你自己可能也沒有特別在意，但越是接近年底，這種隱藏的氣息就越明顯。很多1954年的屬馬人都會覺得，今年下半年開始事情越來越多，越臨近年關，越像被推着往前走，特別是一些你以為已經結束、已經穩住、已經看透的事情，突然又變得不穩定，甚至開始出現你完全沒想到的變化。很多人以為這是小波折，其實對1954年的屬馬人而言，這是一場必須面對的年底暗劫。劫不是壞事，但如果忽略掉，它可能真的讓你陷入被動。而如果能提前知道，提前做好準備，這一劫反而可能轉成新的機會點。從命理五行來看，1954年的屬馬人屬木馬，五行屬木，天干是甲，天性正直，急性子，行動快。今年進入2025乙巳年，五行火旺，火生土，土在克木，木馬在年底受到較強的五行壓力，情緒波動，身體疲憊，判斷變遲鈍，這都是年底最容易忽略的徵兆。你越覺得應該沒什麼問題，越可能說明你正站在那個分水嶺上。因為屬馬的木在年末的火土旺季力量最弱，本身就是容易吃虧、容易受影響的狀態，再加上年底事務繁雜，人際往來增加，處理錢財的頻率變高，風險自然也會被放大。這也是為什麼說1954年的屬馬人必須謹慎，因為別人能輕鬆跨過去的小事，對你而言可能就是一個隱形結束。這個劫，多數屬馬人不會馬上意識到，它隱藏在生活的幾項關鍵領域裡，尤其是錢財、人情、身體這三方面最明顯。一方面，財運看似平穩，其實暗潮在動；另一方面，身體感覺 OK， 但一些舊病、舊傷、有過屎的地方會在年底重新冒頭。再加上年底人情往來多，你的付出可能超出你的承受範圍，甚至被人利用也不自知。這並不是危言耸聽，而是1954屬馬人普遍在年底進入的一種五行相局。越是看起來風平浪靜的時候，越要留意那些不顯眼但卻有潛在影響的事情。首先從財運來看，屬馬人在2025年的整體財運並不差，特別是下半年開始，隨着火旺生財，你會覺得手頭比上半年寬裕一些。可是到了年底，這段時間的財運會出現虛旺的特點，看似收入多、機會多、消息多，但能真正落到手裡的卻沒那麼多。尤其1954屬馬人因為人情心重，面子大，有時候明知道不划算也會答應別人的請求。年底這種情況特別容易給你造成財務漏洞，要特別留心一些人借錢、合作、投資、簽合同、幫忙擔保或做決定的情況。看起來別人是來找你幫個忙，但實際上你承擔的是責任，是風險。這個劫就在這種看似人情往來的小事裡，如果不提前守住底線，很可能到年後你才發現对方輕鬆一句話，你卻付出了不少代價。從偏財的角度來看，屬於嘴上甜手上空的時期，信息量很大，別人給你推薦、介紹、分享機會的頻率会變高，可這些機會不一定穩。1954年的屬馬人
一旦對某件事情突然心動，突然覺得這是個好機會，往往正是容易衝動的時候。年底五行木弱，容易判斷失準，別人說兩句你就動心，別人給一個方向你就想去試，但這正是你必須小心的地方。年底的偏財機會裡，虛的多，實的少，你越是激動，越是急着想抓錢，越容易踩坑。穩一點，慢一點，看清楚再走，年底的錢才能真正留得住。再從整體好運來看，1954年的屬馬人其實在2025年的最後階段運勢並不是低迷，而是處在強行轉軌的狀態。宇宙推動你，環境推動你，時間推動你。有些事情你不想變，它也會在年底悄悄開始變化。很多屬馬人可能會遇到家裡需要處理的事，人際關係裡的誤會，孩子輩或孫輩需要你分心的狀況，又或者是忽然冒出來的文書、手續、房產、合同、分配、調動之類的問題。你可能覺得這些事情不會太大，但如果忽略或拖延，他們可能會在年底突然變成壓力，甚至變成你必須處理的年底一劫。而這個劫的本質是提醒你，要把未來幾年可能影響你的事情提前看清楚，徹底處理，而不是讓它繼續壓着你，拖着你。也就是說，這個劫不是壞事，它其實幫助你將隱患在年底集中爆發，讓你在2026年更輕鬆。在情緒方面，屬馬人在年底最容易出現一種越不得閒的矛盾感，你會覺得自己脾气比平时急，耐心變差，對一些事突然沒耐性，對一些人突然不想理。但這不是脾氣問題，而是五行木被火土壓制導致的氣弱。當人的氣弱了，就容易煩躁，容易衝動，也容易做出不夠理智的決定。所以年底你要特別注意，不要在心情不好、身體疲倦的时候做決定，不要因情緒影響判斷，不要因為想早點結束事情而忽略細節，這些都可能成為劫的來源。而從健康來看，1954年的屬馬人年底要尤其注意气血循環、腸胃、睡眠、风濕舊疾、血壓波動這類問題，並不是突然冒出來，而是你過去覺得沒事，忍過去的那些小毛病，會在年底因為五行壓力與氣弱而重新出現。很多屬馬人年底忙得多，心事多，加上天氣變冷，身體更容易透支。如果忽略掉，小問題會擴大，但如果能提前養護，提前節制，反而能在年底讓身體恢復得很好，讓你在明年進入一個更穩定的狀態。這同樣屬於暗劫的提醒，越是你覺得應該沒事吧的地方，越要多看一眼，多用點心。人際方面，年底要特別注意的是誤會和看錯人。你不是看人不準，而是年底屬馬的五行木弱，信息吸收不全面，容易只聽到表面，沒看見本質。有些人對你好，那是真心，但有些人對你熱情，只是因為年底大家都在忙錢、忙資源，你容易成為他們想利用的对象。所以年底要記住一句話，別人急，你不要跟着急；別人熱情，你要慢3秒觀察。只要做到這一點，你不僅能避開這個劫，反而能從年底的人際中得到貴人的幫助。也有不少屬馬人年底會遇到家庭內的小震動，可能是兒女有事，老伴身體波動，家裡需要決策，某件一直拖着的問題需要處理，都屬於逃不掉的事情。重要的是，它不是來害你的，它是來提醒你，有些事你必須參與，有些話你必須說，有些決定你必須現在做。這些都是未來2-3年你能否順順利利的重要基礎。總結來說，1954年的屬馬人在2025年的最後階段確實要格外小心，因為這一劫藏得很深，看似普通，卻足以影響你的未來，也足以改變你對很多事情的判斷。但劫就是提醒，是清理，是讓你看清楚真正重要是什麼。當你願意面對，願意調整，
願意放慢腳步去看清的時候，這個劫反而是你走向好運的起點。只要你穩住心，守住財，護住身，有些事一步步去處理，你不僅能順利跨過年底這道坎，還能在2026年迎來更順心、輕鬆、穩定的局面。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